妖女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原形，红色的肌肤，红色的长发，一张宛如猛兽的大嘴之中尽是尖锐的獠牙。她并非一丝不挂，还穿着一件长裙，可正是这件长裙配上她那狰狞的模样，才显得她格外恐怖。当看到那妖女的一刻，那些个男女们早就被吓得瑟瑟发抖。莫说妖女的威压已经封锁了这里，就算妖女没有动用威压，他们怕也是没有胆子逃跑了。廖师兄，你想想办法呀！惊慌之下，那些男女都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廖姓男子。死定了，我们死定了！然而此刻的廖姓男子已经吓得神志不清，不仅浑身剧烈颤抖着，仔细一看，他的裆部竟然已经湿了大片。这个先前还八面威风，扬言要教训楚风的廖师兄，已经被妖女给吓尿了。这一刻，那些男女彻底死心了，因为面对妖女，他们连求饶的勇气都没有，除了等死，便还是等死。妖女，我们又见面了。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楚风的声音一经传来，那些男女皆是神情一致，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之前那样看不起的家伙，竟然敢与妖女正面对话，并且竟然那样的从容不迫，竟然没有一丝惧意，就仿佛妖女在他面前不过是寻常人一样。而此刻，妖女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见楚风居然不怕她，妖女也很是诧异，于是说道：“你居然不怕我？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楚风淡淡的说道：“我们见过。”听得此话，妖女更加诧异，随后嘴角掀起一抹怪笑，说道：“像你这么稚嫩的小家伙，见过我居然还能活下来，可真是奇迹。不过这一次，我可是不会放过你这顿美食了。”话到此处，妖女还伸出那宛如蜥蜴一般的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她并不在意之前在哪里见过楚风，她在意的是楚风见过她，居然没把她吃了。那么这一次便一定要享用这顿美食。看来你真是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不过也对，毕竟我们上一次并没有正面交手，但是这一次我可不会再放过你。楚风说道。而听楚风这样一说，那妖女的目光也是微微变化，说道：“你是故意来捉我的，你杀了我友人，此仇不能不报。”楚风说道：“有趣，你这区四品半祖的修为，居然也想杀我？”妖女讽刺的笑了。四品半祖。然而妖女这讽刺的一句话，却像是一把无形的大锤，直接砸中了那些先前威胁楚风的男女们。他们的修为大多都是武帝境，哪怕其中最强的那位廖师兄，也不过是一位五品武帝而已。可是原来他们先前看不起的家伙，居然是一位四品半祖。四品半祖啊，也许在妖女面前不算什么，可是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恐怖到不能再恐怖的存在。想一想，先前他们居然还威胁人家，此刻顿时阵阵后怕袭来。你也不过是区一品五祖而已。楚风淡淡的说道。当妖女还未靠近的时候，楚风就已经注意到了妖女。那个时候，楚风便确定了妖女的修为，一品五祖，这便是妖女的修为。楚风不得不承认，妖女很强，至少要比她强大得多。不过，楚风之所以敢从容不迫地站在这里，等待妖女过来，并且说出要杀妖女的这番话，那自然是因为他还有一颗化仙丹。只要服用那颗化仙丹，楚风的修为便可以提升到五品五祖。虽然是用结界之力提升的修为，将失去天级血脉的手段，将失去逆天战力，可终究还是五品五祖，比一品五祖足足高出了4重境界。所以楚风有信心，今日在这里将这妖女斩杀。那颗化仙丹一直含在楚风口中，并且现在已经被楚风吞入了腹中，开始生效了。区一品五祖，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难道你觉得你这4品半祖的修为还真能杀了我这个1品5祖不成？妖女讽刺的说道。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楚风此话一出，顿时一股磅礴的威势席卷开来，就连那妖女也是被震得向后倒退2步。5品5祖，你居然是一位5品5祖？看着此刻的楚风，妖女的眼中涌现出了震惊之色，因为此刻楚风展现的威势绝对不是4品半祖，而是一位5品5祖，是5祖而不是半祖。这个境界的跨度，就连妖女也是感觉难以置信。什么5品5祖？而听得此话，那些之前威胁要揍楚风的男女们更是神色大变，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惊恐。现在你知道我为何如此自信了吗？楚风服下化仙丹后，也懒得再与妖女废话。此话说出之际，他的右拳已是夹带着毁灭的气息，向妖女轰杀而去。楚风的速度实在太快，妖女还未反应过来，楚风这有力的一拳便已经落在了妖女的面门之上，强大的力道顿时将妖女轰出数千米之外，落入远处的丛林，所过之处万物尽毁。虽然这一拳打得实在，威力更是极强，可是楚风却面无喜色，反而是眉头皱了起来。他那一拳足以将妖女轰成粉身碎骨，了结其性命。可是妖女并没有粉身碎骨，只是被轰飞了，并且楚风发现妖女不但未死，竟然是毫发无损。可是一个区1品5祖怎么能够挡得下5品5祖的攻击？姐，有意思，竟然敢打我，我非要将你活吞了不成？果不其然，很快的，那妖女便传来了恐怖的咆哮声，逆战4品战力。而这一刻，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吃惊之色，他感受到了那妖女的实力。妖女的修为的确是1品5祖，可是那妖女却具备逆战4品的战力，比楚风还要强出1品。也就是说，别看楚风现在是一位5品5祖，可是妖女凭借1品5祖的修为，加上逆战4品的战力，与楚风乃是旗鼓相当。忽然一声巨响传来，那妖女已是拔空而起，向楚风反掠而来，不仅威势逼人，更是携带着滔天的杀意。看来不能大意了。见妖女实力不弱，楚风则是赶忙亮出岩浆帝君剑，这才向妖女反掠而去。你以为半成祖兵就只有你有吗？妖女不甘示弱，大吼一声。楚风本觉得妖女是要自乾坤袋内取出半成祖兵了，只是
林楚风没有想到的是，妖女的确亮出了半成祖兵，只不过却并非自乾坤袋内取出来的，而是从肉体里窜出来的。那是2把血红色的匕首，自妖女的掌心窜了出来。而最诡异的是，兵器破体而出，竟未流一丝鲜血，就仿佛妖女的掌心本就是储存兵器的地方而已。但是眼下，楚风最关心的却不是妖女这诡异的手段，而是妖女所展现出来的威势以及杀意。那威势之汹涌，那杀意之磅礴，皆是非同小可，让楚风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火花如龙蛇一般在天空飞舞盘旋，楚风的岩浆帝君剑与妖女的血红双臂不断的在天际之上碰撞，每碰撞一次都会发出钢铁交织的轰鸣，溅起如烟花一般的火星。而2人的速度只在一瞬间就可交手上千次，虽然威势凶猛，异常骇人，可却也不失为一道绚丽夺目的盛宴。尤其此刻天已渐黑，更使得这场战斗格外的引人瞩目。好厉害，那个家伙竟能与妖女大战，我可是听说哪怕是我们的宗主大人都没有战胜那妖女的把握呀。这一刻，那些男女们已经爬了起来，只是那些女弟子们看着远处那正与妖女交战的楚风，目光则是变得复杂起来。看什么看，还不快走，等下妖女回来，我可不管你们。那个廖师兄爬起身来，气冲冲的大喝一声，说完此话，他也不管其他人，第一个起身离去。这个时候逞威风了，先前妖女要杀我们的时候，也没见你管我们。此刻那些女弟子们看向那廖师兄的目光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崇拜，反而充斥了一抹厌恶。走吧，妖女太强，那个家伙还不知道能撑多久，我们还是快点去请宗主大人过来帮忙。那个面相丑陋的男弟子也是劝道。而听得此话，那些女弟子们才纷纷御空而起，向来时方向逃遁而去。可是哪怕如此，他们却还忍不住时常回头，意味深长地多看楚风一眼，目光之中竟有着隐隐不舍。楚风与妖女的战斗越来越激烈，2人已经使用了能用的很多手段，就连禁忌武技都用上了。可是楚风惊愕地发现，这妖女不仅战力惊人，在武技的运用也是炉火纯青。哪怕对武技有着超然领悟的楚风，竟然也无法在武技上对这妖女造成一丝压制。那些个东西是去搬救兵了吧？我可没太多时间在这里与你浪费，现在我要结束这场无聊的争斗了。妖女话音落下之际，双眼忽然绽放起耀眼的光芒，而那2道光芒竟连虚空都被洞穿，对着楚风直射而来。这个手段看似虽然简单，可是威力却是极为恐怖，那乃是地境武技。这种情况，楚风别无选择，只能右拳紧握，猛然轰出，施展出了地境武技地境苍穹变。2道地境武技相互碰撞，顿时掀起磅礴的能量涟漪。这股能量涟漪之汹涌，下方的山川与树木被夷为平地，虚空被震成粉碎，就连楚风也是被震得连连倒退。而当这股能量涟漪减弱之际，楚风也是发现，不仅他被那涟漪击退了，那妖女也同样被击退了。只不过那妖女却与楚风一样，并未受伤。可恶，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难道真的要逼我用邪那神剑？当地境武技都未能将妖女击败之后，楚风也是陷入了为难的处境。毕竟地境苍穹变配上岩浆帝君剑，可以说是楚风目前为止最强的攻击手段，连这招都失败了，楚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那个难以控制的邪神剑，反而倒成了楚风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那些神剑又有太多不确定性。首先是邪神剑会对楚风造成反噬，在楚风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夺走楚风的性命。最重要的是，楚风也不能确定那邪神剑就一定能够胜得过这妖女。现在不管怎么说，他和妖女都还是军师，可若是将岩浆帝君剑换成了邪神剑，结果邪神剑威力没有楚风想的那么强，又或者楚风无法发挥出邪神剑的威力，很可能就会让自己从军师变成了劣势。而经过这番交战，楚风几乎能够确定，这妖女绝非寻常的角色，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他所遇到过最难缠的对手之一。若是楚风因动用邪神剑而变成了劣势，怕会被妖女抓住机会置楚风于死地。不行，非绝对逆境还不能用邪神剑。想到这里，楚风身形一纵，身下忽然传来一声龙吼，秘技青龙疾行术已被楚风施展而出，以飞快的速度向妖女快速飞掠而去。拼武技不成，便像在试试近身交手也好，我陪你玩到底，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妖女倒也是来者不拒，见楚风想再度与他近身交手，他不但没有刻意保持距离，反而也向楚风反掠而来。眨眼之间，2人又站在了一处。只不过这一次2人的攻势更加致命，几乎只要有一人中招，那么怕是对方将没有生还的机会。而就2人交战片刻之后，一道血色的寒光突然闪过，妖女竟不仅避开了楚风那岩浆帝君剑致命的一击，居然还将右手之上的血色匕首刺向了楚风的丹田。这匕首之中蕴含着特殊的武技，只要楚风被击中，不仅是丹田受损那么简单，怕是会爆体而亡。然而一声闷响传来，那血色匕首已是刺入了楚风的体内。刹那之间，一声闷响传来，楚风本完整的肉身顿时化作了粉碎。我承认你很强，不过可惜你的对手是我。见楚风被其成功击杀，妖女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你确定吗？就在下一刻，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只不过楚风声音响起之际，已是出现在妖女身后，并且楚风的右拳紧握，其中更是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地境武技地境苍穹变已被楚风施展而出，此刻对着妖女的肉身便轰了下去，并且这一拳距离太近，速度太快，妖女已是避无可避，一拳轰下，顿时涟漪四射。这一次妖女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挨下了楚风这一拳。可是这一拳可不是寻常的一拳，乃是地境苍穹变地境武技的余威，在天上地下肆虐，刚刚愈合的空间再度被轰得支离破碎。这样强大的威力，就别说妖女的肉身了，
早在一瞬间便发作飞灰，形神俱灭。然而哪怕妖女已被楚风轰成粉碎，可是楚风的脸上却没有喜色，反而是目光凝重，满眼的吃惊，惊呼道：“这感觉，难道说……姐，没错，我与你一样，同是不死不灭之身。”而在下一刻，一重又一重能量开始在楚风不远处凝聚，妖女的肉身很快便恢复完整，莫说未受一丝损伤，就连她的裙子也是完好无损，不死不灭。不，你并非不死不灭，而是与我一样，只是掌握了可以肉身不死的秘籍而已。楚风看着妖女说道：“虽然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并且妖女使用的手段明显与她使用的手段不同，可楚风却在那一瞬间察觉到了秘籍的存在。而现在，楚风可以确定，妖女先前被他击中而未死，就是靠着那个秘籍。本来楚风是想用五行秘籍那守护肉身不死不灭的效果施展奇袭，从而一举击杀妖女。但楚风真是没有想到，这妖女不仅战力滔天，武技使用的如火纯情，她竟然还掌握着与楚风类似的秘籍。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还看穿了，我使用的的确是秘籍，不过你也不错，竟然掌握着多种秘籍。不过只要你死了，你的秘籍就是我的了。”妖女笑着对楚风道：“你我同是不死不灭，你怎么杀我？”楚风问道。虽然表面的他很是镇定，可是实际上楚风已经有些慌了。他所服用的化仙丹只能持续半个时辰，虽然现在距离半个时辰还有一段距离，可终归还是实现的。若是时间到了，楚风还未能胜过妖女或者摆脱战场的话，那么楚风将会从5品5组直接掉落到4品半组，这可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落差。那个时候楚风显然是要被这妖女所杀的，所以他一直盯着妖女，因为刚刚那一拳他可不只是使出了地景苍穹变那么简单。为了避免意外，楚风还使用了一个保险的手段，一个专门克制妖女的手段，只是那个手段还未生效，所以楚风才慌，因为他也不确定那个手段到底会不会生效。而就在这时，妖女的脸色忽然一变，随后只见其嘴巴一张，噗的一声，一大口鲜血便自口中喷了出来。怎么回事？妖女用手紧紧地捂住胸口，丑陋的脸上满是惊愕之色，尽显不知所措。因为此刻的妖女不仅红色的肌肤变得一阵青一阵紫，闪烁不定，就连肉身也是开始变得扭曲。最重要的是，妖女的气息也是变得越来越弱，并且还在继续减弱。呵，看来有效。而此刻楚风的脸上才终于浮现出放心的笑容。是你搞的鬼！听到楚风的笑声，妖女的嘴脸变得越发狰狞。好歹你也是妖女，该不会连降妖泉水都没听说过吧？楚风讽刺地说道。降妖泉水？你用了降妖泉水？是什么时候？妖女一脸的震惊。就在先前那一拳击中你的时候，我的拳中也释放出了降妖泉水，如今那泉水可以密布在你身体各处，已与你融为一体。楚风得意地说道。原来如此，想不到你竟如此聪明，我竟然被你摆了一道，哈哈，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妖女得知真相，不仅没有怒容，反而哈哈大笑。这一刻，楚风顿时神色一滞，目光不善，眼中流露出极度的不解之色。他第一不解的是，妖女没有说他卑鄙，反而说他聪明；而他最为不解的是，妖女明明已经中了降妖泉水，这样下去，妖女的实力会越来越弱，直到无法与楚风抗衡。而当妖女的实力与楚风差距太大的时候，妖女那可以让他不死不灭的秘籍也将失去作用。因为楚风知道，天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不死不灭之身，最多只能在修为差不多的情况下而不被杀死，但是遇到实力高出自己太多的对手，依然会被对方斩杀。所以当妖女的实力削弱到完全无法与楚风抗衡之后，楚风便可以破了妖女那秘籍，将这妖女斩杀。但是这妖女明明已经大势已去，可她不仅不怕，反而如此大笑，就仿佛她还有着制胜的底牌一样，这让楚风极为不安。我已经有些对你刮目相看了，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能够将我逼到这种地步。不过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给我身上撒了降妖泉水，我就是必死无疑了。现在必死的人依然是你。妖女此话一落，目光便微微一闪，紧随其后，在她的身前竟然张开了一座结界大门。怎么可能？看到那结界大门，楚风顿时目光大变，他真是没有想到，这妖女不仅战力滔天，手段惊人，她竟然还是一位戒灵师。最重要的是，在妖女张开戒灵大门的一瞬间，楚风感受到了那股气息强大的结界之术。这妖女不仅戒灵师，并且她与楚风一样，竟然是一位重温级的仙袍戒灵师。一个妖女是戒灵师就很令人吃惊了，居然结界之术还能达到这种地步，哪怕是楚风也是被他给惊到了。而在惊讶的同时，楚风更多的却是担心，因为看眼下这个样子，那妖女是要释放出戒灵了，而看她如此自信的样子，想必她要释放出来的戒灵也绝对是非同小可，恐怕实力要高出此刻的楚风。嘿嘿，有趣啊，丫头，竟然在小辈之中遇到了一个如此难缠的对手。而伴随着阵阵声音的响起，一个高大的身影也是自那戒灵大门之中走了出来。果不其然，这只戒灵很强，虽然只是3品5组的修为，可是它却具备着逆战3品的战力，也就是说，这个戒灵的真实战力可与寻常的6品5组抗衡，比现在的楚风足足高出了1品修为。但最令楚风吃惊的是，这竟是一只仙灵界的戒灵。这只妖女不仅是一位仙袍戒灵师，并且与他定下契约的竟然还是仙灵界的戒灵。妖女与仙，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组合。喂，你还有什么手段吗？可有与我这只戒灵抗衡的手段？那戒灵释放出后，妖女并没有立刻让他对楚风出手，反而是对楚风问起话来。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楚风冷声问道。此刻楚风的掌心已经摸向了乾坤袋，他准备使出最后的保命底牌，那便是邪神剑。若是你有手段，那就尽情用出来吧，难得遇到你这样的对手，我今日要战个痛快。不过最终败的一定是你，
妖女自信地说道。你确定？给予我时间，让我施展手段。楚风眉头微皱，有些怀疑地问道。我可不是那种卑鄙的家伙，有的话便用吧，我给你时间。妖女说道。而不知为何，当妖女说出这句话之后，楚风竟然莫名的对她产生了一种信任。尽管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可是楚风还是收回了那已经准备去拿邪神剑的手，因为若是妖女要给楚风时间的话，楚风还有另外一个手段，同样可以与妖女一战，甚至战胜妖女的把握更大一些，并且相对于邪神剑来说，这个手段更为保险。而这个手段便是五行秘技：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土仙奥义术。此刻楚风的修为乃是五品五祖，若是施展出五行秘技，释放出金木水火土这五仙，那么以这五仙特有的能力，五仙的实力会超过楚风一品，达到6品五祖。可是楚风之所以不一开始就使用这五行秘技，释放出五仙，甚至哪怕在逼不得已的时候，首先考虑邪神剑，却也没有想过释放出五仙，那是因为别看这化仙丹提升了楚风的修为，并且允许楚风动用武力，使用武技，可是除此之外，还是有着一定的限制的。这种限制，楚风也无法解释，因为如青龙疾行术、白虎攻杀术这等秘技，楚风是可以随意使用的，甚至就连在楚风被攻击的时候，楚风也可以运用五行秘技的特性，使自己的肉身不死不灭。但是若是想释放出五仙，让他们为自己而战，却很难。不是不行，而是很难。若非要解释，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段超出了楚风现在的修为，所以才难以施展。毕竟化仙丹让楚风从区4品半祖提升到5品5祖，足足跨越10重境界，就已经很是神奇，所以有着一定的限制，倒也是合情合理。不过好在五仙虽然难以施展，但却不是不可以施展，只不过楚风需要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而已。但是现在妖女她居然给予了楚风这个时间，既然你给予我时间的话，那我可就要施展了。楚风说道。随意施展，我绝不偷袭于你。妖女不以为然地说道，并且在她的眼中还流露出了期待的目光。她很期待楚风接下来用的手段，竟全然不在意那降妖泉水此时此刻所带给他的痛楚。其实被妖女如此放水，楚风就算赢了也是胜之不武，但这却是楚风眼下战胜妖女的机会，所以楚风必须把握住。呵，想到此处，楚风也不再犹豫，只见大喝一声，一股磅礴的气息便自其体内散发开来。这一刻，那妖女顿时眼前一亮，嘴角竟掀起一抹兴奋的笑意。可是当楚风那喝声落下，嘴巴刚刚闭上之后，却又猛然张开，随后只听噗的一声，鲜红的血液便如注一般自楚风的口中喷了出来。见到这一幕，妖女顿时目瞪口呆，显然是被楚风这忽然的吐血给吓了一跳。然而这却只是一个开始，在一大口鲜血壮观的喷了出来之后，楚风的眼角、楚风的鼻口、楚风的耳朵竟也开始纷纷流出鲜血。这一刻，楚风的脸色变得异常的难看，气息也是开始随之减弱，整个身体越来越不稳定，就像是在承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随时都会爆体而亡一般。喂，你这是什么情况？这一刻，妖女都难以淡定了，因为楚风哪里像是施展手段，这明明就是在自残啊！丫头，不要大意。忽然，妖女的那指仙灵界戒灵警惕的高呼一声，而在下一刻，楚风的衣衫便开始舞动起来。与此同时，5道能量体也是自楚风的体内溢出，金、木、水、火、土5种能量体溢出之后，便迅速化成人形，化作了5个身材高大、气势不凡的仙人，并且他们如同天兵神将一般，站在了楚风的身前。这5位正是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以及土仙奥义术，这是秘技。而当看到五行秘技之后，妖女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吃惊之色。毕竟此刻的五仙可皆是具备着6品5祖的修为，这下可是有些难缠了。看到五仙之后，那只仙界的戒灵也是感叹一声：“怎么样，可能对付的了？”妖女问道：“只是难缠，但不代表无法对付。”话音落下之际，那只仙灵界戒灵的双手张开，2条金灿灿的长鞭便出现在了其手中，紧随其后2条金鞭便如同2条金龙一般，在天空呼啸盘旋。而别看五仙现在皆是6品5祖的修为，可是面对那只仙灵界戒灵手中的2只金鞭，他们竟然难以逾越半步，竟然被束缚了。不妙，妖女的这只戒灵竟比我预料的还要强，怕是五仙不是他的对手。楚风眼见势头不妙，便想着亲自动手去收拾妖女，因为只要妖女被制裁，那么他的那只戒灵自然也要束手就擒。可是楚风刚迈出一步，便感觉气血翻涌，随后一大口鲜血就自口中喷洒了出来。这一刻，楚风只感觉天摇得晃，头昏眼花，莫说战斗，简直踏出一步都是困难至极。该死！此刻楚风气得咬牙切齿，他没有想到五行秘技施展而出后，会对身体造成如此大的负担。看来你为了施展这5个秘技，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的你是没办法战胜我的，哪怕我已经被降妖泉水束缚，可你依然休想战胜我。妖女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听到妖女这番话，楚风眉头皱得更深了。这妖女不仅实力强横，并且观察力也是极强，似乎在楚风没移动之前就已经看出了楚风的打算。我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我之前与你似乎没有过节。妖女说道。你杀了我兄弟，我自然要为他报仇。楚风说道。我杀的人实在太多，不过印象中深刻的却不多，但你的兄弟应该也不是寻常之辈吧？妖女问道。显然此刻的他对楚风已经是有些刮目相看，越发的感兴趣。那是自然，楚风说道。那你的兄弟有何特征？不妨说说。妖女好奇地问道。随后楚风便将王强的特征与妖女说了一番，
竟然是他！听得此话，妖女顿时目光有所变化，显然她是记得王强的。不过楚风倒也并不意外，毕竟相比于其他人，王强属于那种特征非常明显，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类型。你把他吃了？楚风开口问道。此刻的楚风觉得自己胜过妖女已经无望，所以他想确定一下王强是否真的死了。没吃，我嫌那个家伙恶心。妖女说道。这么说来，他还活着？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大喜。不，他死了，并且因为那个家伙嘴太碎，所以他死的可是相当的惨。妖女说道。你杀了他？楚风目光顿时变化，磅礴的怒意开始涌上心头。我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的，喂狗了。而当他的肉被割光之后，我又榨干了他的本源，所以他死的可真是痛不欲生。我现在回想起他当日那撕心裂肺的惨叫，我依然感觉很爽。说这番话的时候，妖女眉飞色舞，得意忘形，就仿佛这是一件令他非常爽快的事情一般。而看妖女那个样子，并非只是开玩笑那么简单。一时之间，王强惨死的画面浮现在楚风的脑海之中，怒上心头，杀意滔天，我要宰了你！一声怒喝之后，风云都是为之变幻，楚风便身形一动，便绕过五仙与那只戒灵的战圈，如同一只人形猛兽一般，夹带着浓烈的杀意，向妖女飞速掠去。楚风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来到妖女近前，手持岩浆帝君剑，便向妖女挥砍而去。你这家伙！看着此刻的楚风，妖女眼中充满了震惊。在她看来，以楚风的伤势，不可能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可是楚风做到了，那是因为他的怒意。换句话说，是楚风出于对王强的兄弟情谊，是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才让楚风忘却了身体的负担与痛苦，释放出了他当下本释放不出的力量。然而，就在楚风那岩浆帝君剑将要砍中妖女之际，妖女的身前竟又出现了一个戒灵大门。而当楚风的岩浆帝君剑落下之际，自那戒灵大门之中便伸出了一只大手，一把将楚风的岩浆帝君剑给握了下来。这一刻，楚风顿时大惊，尽管只是一只手，并且没有展现出完整的气息，但楚风感觉到这只戒灵的实力可是要在楚风之上的。不好，有人来了！忽然，妖女目光一闪，凝重地望了远处一眼后，这才对楚风淡淡一笑，说道：我记住你的样子了，倪易容，我也认得出来，我只是让你多活一段时间，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妖女说完这番话，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才身形一转，向远处掠去。与此同时，妖女的那只戒灵也是随他而去。至于那只挡下楚风攻击的戒灵，并未现身，而是在妖女转身之际，便回到了戒灵大门之中。然而，望着妖女渐行渐远的身影，楚风却并没有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这妖女对手，若要去追，必死无疑。妖女已经走了，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楚风却站在这里，望着妖女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他败了，这一战的结果毋庸置疑是楚风败了。而据楚风观察，这妖女的年龄似乎也不是很大，竟与楚风相差不多。也就是说，今日楚风不仅败给了一个同辈中人，还败给了一个年纪相仿之人。虽说准确来说，妖女不算是人，可终归她的年龄摆在那里，所以这一战的失败，楚风的自尊受到了打击。但最大的打击是他未能替王强报仇，而代化仙丹的药力失去后，楚风的真实修为不过是4品半祖，与妖女的差距实在太大。虽然楚风可以继续修炼，增进修为，但以妖女的天赋，绝对不可能止步于此，修为也定会增进。而以妖女目前的表现，楚风想要超越她，还真是没有多大的把握，至少短时间内很难。此时此刻，楚风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天外同辈的威胁。果然，在这天外有着与楚风相同，甚至比楚风还要厉害的妖孽。这位少侠，你没事吧？片刻之后，大概几十道身影自那些男女们逃离的方向飞了过来。这些人皆是老者，修为普遍都在5祖境，尤其是为首的那位老者，更是一位5品5祖。而看他们腰间的令牌以及所穿的衣服，楚风知道这些人应该与之前那些男女是同一个势力的。这位少侠，你好，我乃庭云宗宗主郭顺，刚才是少侠击退了那妖女吧？为首那位5品5祖的老者对楚风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地问着。而庭云宗的那些长老们，一个个的更是战战兢兢，甚至都不敢正视楚风，不敢对楚风有一丝不敬。毕竟此刻楚风的修为乃是5品5祖，不管伤势如何，战力如何，可修为摆在那里。至于楚风身旁的5仙，更是6品5祖，比他们这位庭云宗宗主还要强横。这等实力，他们自然是诚惶诚恐，不敢不敬。先前是我与那妖女交战的，楚风如实说道。这种事不用隐瞒，更何况之前庭云宗的那些弟子也都亲眼见到楚风与妖女交手了。少侠真是好实力啊！我们庭云宗追那妖女很久了，但都未能捉到她，每次都被她逃脱，连正面交手的机会都没有。而少侠应该刚踏入此处不久，可你却能拦下妖女，与其交手，当真是厉害。庭云宗宗主说道。那妖女很强，你们未能拦住她，也许是好事，否则将她逼急了，你们可都不是她的对手。楚风说道。提及此事，庭云宗宗主叹息一声，虽然他并未多说，可是一张老脸之上却是有着一抹尴尬之色。至于楚风也没有多说，想要就此离开。然而楚风刚踏出一步，顿时脸色一变，一股难以承受的痛苦涌遍全身各处。先前他向妖女发动攻势，是因为那股想为兄弟报仇的杀意，所以才在短时间之内摆脱了身体上的痛楚。但是现在楚风没有了那股杀意，便再度回归到了难以操纵身体的地步。少侠，我看你似乎是受伤了，若不介意，到我庭云宗养伤如何？庭云宗宗主对楚风说道。而他手下的那些长老倒也是颇具眼力，见其宗主开口，便赶忙取出一辆战车，想用战车为楚风代步，那便有劳了。
楚风看得出来对方有诚意，而现在的楚风的确很虚弱，带化仙丹的药力失去，楚风就更惨了。与其在这荒山野岭疗伤，还不如到这庭云宗，起码这庭云宗的宗主还是一位五品无祖，也许危机时刻能护楚风一命。上了战车之后，楚风的化仙丹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而当楚风的修为从五品无祖滑落到4品半祖之后，庭云宗的众人也是颇感吃惊。少侠，你这修为？而庭云宗宗主更是好奇地询问起来。这是我的真实修为，不过我有手段可以将我的修为在瞬间提升到5品无祖，而先前那5位6品无祖乃是我的一种手段。楚风倒也并未隐瞒，因为他知道这庭云宗宗主也并非寻常之辈，楚风就算想瞒也瞒不住。不过楚风也并没有说他已经失去了提升修为的能力，因为楚风很清楚庭云宗这些人忌惮楚风，就是因为楚风那先前5品无祖的修为，所以楚风要让他们觉得，若是楚风想的话，还可以立刻恢复到先前的修为，唯有这样才能继续对庭云宗的这些人产生威慑力，才能让楚风更加安全。少侠年纪轻轻，却实力过人，真是令人佩服。在我百炼凡界，能够像少侠这般者，简直少之又少。不知道少侠尊姓大名？庭云宗宗主问道。楚风，楚风倒也并未隐瞒。楚风听的这个名字，庭云宗的人都是一惊，不由自主的开始仔细打量起楚风。少侠便是那个斩杀了阴良辰，被阴氏天族通缉的楚风。庭云宗宗主问道。正是。楚风点了点头。少侠果然好气魄，那阴良辰作恶多端，只因有阴氏天族庇护，一直没有人敢对他如何，而楚风少侠杀了他，当真是为民除害，替许多人出了一口恶气啊。庭云宗宗主很是赞赏的说道。得知楚风的身份，庭云宗的人对楚风少了一份警惕与惧怕，反而多了一分尊敬与热情。不过因为楚风有伤在身，他们倒也没有多与楚风闲聊，只是对楚风照顾得更加周到。到了庭云宗，楚风要求自己疗伤，庭云宗便为楚风准备了一个闭关的地方。而此刻，庭云宗的弟子圈子也早就炸开了锅。原来那些遇到楚风的弟子是回来的路上刚好遇到了他们的宗主和长老，所以宗主和长老们才会那么快赶到现场。这些弟子们回来后，男弟子还好，可那些女弟子就坐不住了，开始宣扬楚风的强大和厉害。此时此刻，在庭云宗的核心弟子圈子内，几乎都在讨论楚风的事情，女弟子们更是对楚风崇拜不已。当然了，他们还不知道楚风的真实身份，可是在庭云宗宗主的殿宇内，那位宗主大人却已然换了一副嘴脸，脸上没有了先前的热情与慈祥，而是用一双冰冷的眸子看着楚风所闭关的方向。宗主大人，阴氏天族发出的画像通缉令，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位长老将一幅画卷递给了庭云宗宗主，而庭云宗宗主打开画卷，仔细一看，顿时面露喜色，果然是他。此刻，庭云宗宗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贪婪的笑意。宗主大人，你真的准备将这楚风交给阴氏天族？那位长老问道。这楚风如今可值钱得很，这个好机会自然不可放过。庭云宗宗主说道。只是宗主大人，除了阴氏天族向各个宗门派发的楚风画像外，我们刚刚还收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那位长老说道。什么消息？庭云宗宗主很是随意地问道。三星殿与落霞谷力挺楚风，说阴氏天族要是执意对付楚风，他们愿为楚风而向阴氏天族开战。那位长老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庭云宗宗主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起来，沉默，死一样的沉默，持续良久。庭云宗宗主才开口说道。三星殿与落霞谷那可都是不弱于阴氏天族的2等势力，在2等势力之中算是佼佼者。是啊，宗主大人，若是让三星殿与落霞谷知道我们将楚风交给了阴氏天族，想必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那位长老说道。若是被知道了，的确不会被放过，但若不被知道，不就好了？再者说了，这种事情又怎么能让外人知道？本就应当保密。庭云宗宗主说道。可是宗主大人，那楚风不知道有何手段，竟能与妖女一战，我们怕很难收拾他。那位长老说道。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但我早已有了周全的计划。庭云宗宗主说道。不知宗主大人有何良策？那位长老问道。妖女。庭云宗宗主说道。妖女。听得这2个字，那位长老先是神情一滞，但很快眼中涌现出震惊之色，紧张地说道。宗主大人，难道您要找那妖女帮忙对付楚风？正是。庭云宗宗主点头道。可是宗主大人，我们与那妖女乃是敌对，她怎么会帮我们呢？那长老想不到让妖女帮忙的理由，你难道忘记我们今日是要去做什么吗？庭云宗宗主问道。属下怎敢忘记，我们已经找到妖女藏身之处，是准备去告知其他势力，联合讨伐妖女的。那位长老回道。错，我们不仅知道了妖女的藏身之处，还知道妖女一直徘徊在这落雁岭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合作，我相信妖女会答应的。庭云宗宗主自信地说道。那么宗主大人准备派谁去找妖女相谈？长老问道。此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派人去了。庭云宗宗主说道。见状，那位长老也不再多问，只是心中依然有所担忧。楚风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强行使用5行秘技，此次身体受损颇为严重，哪怕楚风结界之术精湛，可是当其将伤势治愈之后，却已是耗费了足足几日的时间。当伤势痊愈之后，楚风便走出了庭云宗的闭关之所，只不过此时的楚风还不知道庭云宗宗主想要对付于他，所以出于礼貌，楚风便在临行之前前去与庭云宗宗主打了个招呼。楚风少侠，你要走？得知楚风要走，庭云宗宗主的心里便有些慌了，毕竟请妖女的人还没回来，若是这个时候楚风要走，以他们的实力强行阻拦，显然也是拦不住的，因为他坚信楚风有着可以随时让修为从4品半祖提升到5品5祖的实力。
所以他还不敢强行阻拦楚风。忽然之间，庭云宗宗主想到了一个妙招，于是故作为难地对楚风问道：“楚风少侠，你可是仙袍界灵师？在下如今的确是仙袍界灵师，不过只是重文级。”楚风谦虚地说道：“就算是重文级，也已经很了不起了，毕竟你还如此年轻。”庭云宗宗主夸赞地说道。可是与此同时，他的老脸之上却又涌现出了复杂之色。这庭云宗宗主活了上万年，历尽世事，乃是一个伪装高手。尽管他从得知楚风身份后，便想要对付楚风，可是向来善于察言观色的楚风，却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老头的危险。此刻，楚风见其说话犹犹豫豫，似有事相求的样子，出于感恩之心，便主动问道：“莫非宗主有什么事？”的确有一件事，想请楚风小友帮忙。之前我们追杀妖女，无意之间进入了八荒乱坟岗，那里可是一处禁地，在那里，我的不少当家长老都沾染了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现在生命岌岌可危。所以庭云宗宗主说道：“请宗主带我过去吧。”楚风爽快地说道。随后，庭云宗宗主便将楚风带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确有着几十位老者，都身患重病，此病若不尽快医治，他们的确会死，并且这些长老的修为都不弱，皆是五祖境，其中4品五祖就有10个，而其中最强的一位，竟与庭云宗宗主的修为一样，乃是一位5品五祖。可是他的病却是最重的。后来楚风知道，原来这位5品五祖的老者，乃是庭云宗的执法总长老，庭云宗最强战力之一。怎么样，楚风少侠，能治吗？庭云宗宗主问道。可以一试，楚风说道。之后，楚风便开始为庭云宗这些长老们治病。经过几日的努力，楚风终于研制出驱除此病的方法，成功帮助那些庭云宗的长老将病治愈。那些被治愈的人对楚风皆是感激不已，甚至还有人痛哭流涕，毕竟这乃是救命之恩。而庭云宗宗主为了继续挽留楚风，更是大摆宴席，表面上是感谢楚风，实际上却是拖延时间。只不过这场宴席却是秘密举办的，甚至就连这些长老病情被治愈的消息也并未传开，这让楚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本是好事，为何不公开呢？除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而餐宴之上，一位长老更是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跑到庭云宗宗主耳边说起了悄悄话。对方不仅是暗中传音，而且距离庭云宗宗主的距离太近，所以楚风哪怕是仙袍界灵师，却也难以捕捉对方所说之话的内容。但是以心有疑虑的楚风却用双眼紧紧地盯着庭云宗宗主，而在如此认真的凝视之下，楚风终于发现了破绽。他在庭云宗宗主的脸上捕捉到了一抹邪恶的笑意，这抹笑容顿时让楚风心中一紧。不好意思，我想去小姐，谁能为我带下路？楚风起身说道。楚风少侠，我为你带路。一位长老热情地走了出来，他并不知道他们宗主要对付的计划，并且他的病是被楚风医治的，对楚风可谓是相当的感激。楚风少侠，你不仅是修武者，还是仙袍界灵师，该不会连泡尿都憋不住吧？然而就在这时，庭云宗宗主却站起身来，有意阻拦楚风离去。而这一刻，楚风笑了，他已经确定庭云宗宗主对他是不怀好心了。明人不说暗话，宗主大人，你是想将我交给殷氏天族领取报酬吗？楚风高声说道。什么？而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长老都是神色一变，尤其是那些被楚风医治的人们，脸色更是难看。宗主，这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那位执法总长老，更是开口询问起来。他们都听出了事情的不对劲，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位宗主似乎是要对他们的救命恩人图谋不轨了。而事实上，楚风将这番话说出来，也是一个自保的手段。不管怎么说，楚风都救了那些人的命，如果这些人还有点良知，就不会与庭云宗宗主同流合污。更何况那位执法总长老的修为与庭云宗宗主一样强横，所以此刻的楚风还并非身处死局之中。当得知庭云宗宗主似乎是要对楚风不利，之前被楚风救治的人们都表现得很是震惊，尤其是那位修为与庭云宗宗主相同的执法总长老，更是表现出了怒意。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庭云宗宗主却是相当的淡定，说道：这些日子你们一直病着，有一个消息你们并不知道，这楚风杀了殷良辰。而殷良辰是什么人？那可是殷氏天族族长最疼爱的儿子。现在殷氏天族已经下了通缉令，不惜一切也要灭杀这楚风。若是谁能够将这楚风人头送上，将有重赏。庭云宗宗主此话一落，在场之人神情又是一变，哪怕是那位执法总长老，目光也是变得古怪了一些。此子实力非凡，可与妖女一战，我一人怕是对付不了。总长老可愿与我相他？庭云宗宗主继续说道。而听得此话，以执法总长老为首的这些人神情变得更为复杂了。莫非你们真的要恩将仇报？楚风冷声问道。忽然之间，那执法总长老掌心一翻，一把半程祖兵便握在了手中。只不过这把半程祖兵对指着的不是庭云宗宗主，而是指向了楚风。楚风小友，真是抱歉，不过宗门的利益大过一切，得罪了。执法总长老说道。紧随其后，那些所有被楚风医治过的长老们都纷纷亮出半程祖兵，且对向了楚风。哈哈，楚风，你的挑拨离间对于我庭云宗是没用的。这一刻，庭云宗宗主得意的笑了，且对于这个结果，他似乎早有预料，果然是一丘之貉，很好。而对于这个结果，楚风也没有想到，他真是没有想到，他明明救了这些人的命，可当他们得知杀了楚风将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后，却立马忘记之前楚风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将兵刃对向楚风。这一刻，楚风忽然意识到，这庭云宗不仅是宗主演技好，这些长老们的演技也都很好，在不波及利益的时候表现得有情有义，就像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会为你肝胆相照一般。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后，当面对利益的时候，他们便立刻原形毕露了。为了利益，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情义，
是一群无情的小人，是一群真正的伪君子。楚风恨，他不仅是恨这些人，他更恨的是自己。楚风向来观察力极强，可这一次他却走眼了。但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并未表现出一丝慌乱，并且在楚风的嘴角还掀起了一抹讽刺与轻蔑的笑意，说道：“就凭你们，真以为对付得了我？”楚风这一笑，莫说那些长老，就连听云宗宗主也是身躯一颤，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恐惧。不管怎么说，楚风都是能与妖女一战的人，而妖女有多强大，他们是非常了解的。换句话说，别看眼前的楚风是个年轻人，可实际上这是一个与妖女同样可怕的存在。全都给我让开，否则休怪我大开杀戒！楚风看出了他们的胆怯，于是乘胜追击，转过身去，大喝一声，彻底表现出了自己的怒意。而楚风这一声怒喝之下，那些守住殿门的人竟皆是吓得身体一颤，甚至更有甚者，居然瘫坐在地。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拦着楚风，一个个的赶忙退避，很快便为楚风让出了一条路。他们是真怕了，虽然他们的演技好，但楚风的演技却更好，至少楚风现在表现得很是完美，可谓滴水不漏，就好像他真的还能从4品半祖提升到5品5祖，就好像只要他愿意，真的能够大开杀戒，杀的这些人片甲不留一样。楚风又是一笑，随后便不急不慢地向殿外走去，而在此期间却也没有人敢拦他。当然，楚风必须表现得从容，不能立刻飞走，不能表现出急切的想要离开这里的心情，否则只要这里的人随便一个对楚风出手，楚风都是必死无疑。毕竟楚风现在真的只是4品半祖，就算用出所有手段，也只能与寻常的9品半祖抗衡，还并不是5祖的对手。更何况这里还有2位5品5祖。楚风，我听云宗的确留不住你，可我既然敢摊牌，那便是我有着100%的把握，可以将你留下。今日你是无论如何都走不掉的。庭云宗宗主大声说道。而此话一落，他则是恭敬地大喊一声：“请您现身，助我等除了此子。”而庭云宗话音落下之际，一道身影便忽然出现，挡在大殿的门口，封住了楚风的去路。是你？而看到这位，楚风顿时眉头紧皱，因为那道身影正是妖女。姐，楚风，你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吧？妖女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只是这种目光让楚风很是不爽，当真是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楚风，现在你知道我为何说我们一定可以将你留下了吧？当妖女出现后，庭云宗宗主得意地大笑起来。你们居然为了对付我而与妖女合作，还是说从一开始你们就已经与妖女合作了？楚风冷声问道。你说对了，我们是因为对付你才与妖女合作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一定会死。庭云宗宗主说完此话，又看向妖女说道：劳烦您动手吧，只要解决了这楚风，您想要的我一定帮您弄到手。这庭云宗宗主对妖女说话可谓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甚至尽显卑微之意。而此刻妖女则是淡淡一笑，回头去看向殿外说道：庭云宗的各位弟子，你们看到你们尊敬的宗主和当家长老们的真面目，不知是何感受啊？妖女此话一出，庭云宗的众人顿时神色一变。那是倒是楚风发现了一丝不对，他注意到妖女所说话的方向有结界。楚风表面平静，可内心慌乱，直到此刻才注意到那里竟然有着一众结界，而这结界应该是妖女所布，因为那乃是仙袍界灵师才能做出来的手笔。而就在这时，只见妖女大袖一挥，前方的空间竟如同镜面一片破碎开来。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发现的一样，那的确是结界，并且是一重非常厉害的隐藏结界。而当那众结界破碎之后，足有上万道身影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那皆是庭云宗的弟子们。此刻那些弟子们皆是一脸错愕，显然他们看到了殿内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却不敢相信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在这些庭云宗长老与弟子们的眼中，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正义之师，他们的宗主与当家长老们也都是有情有义之人，在他们心中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个真相让他们很是难以接受。妖女，你这是做什么？庭云宗宗主一脸怒意，他很生气，不仅是因为这些弟子知道了这件事，他最生气的是这件事情他是瞒不住了，而若是传出去，他的名声可就彻底毁了。我要做什么，你马上就会知道。妖女嘴角微微上翘，脸上浮现出了既诡异又阴冷的微笑。与此同时，一道戒灵大门在其身前打开，而与此同时，一只戒灵也是自那戒灵大门之中走出。这只戒灵正是当日楚风所见到的那只仙灵界的戒灵，虽然这只戒灵只是3品5祖，可却具备逆战3品战力，真实战力可与寻常的6品5祖一战，实力相当之强。所以当看到这只戒灵之后，庭云宗的许多人都是目露惊恐之色，因为他们不是第一次看见这只戒灵了，他们深知这只戒灵的厉害，至少他们没有人能够打得过这只戒灵。然而就在他们阵阵恐慌之际，妖女的一句话则是让他们那本就恐惧的心彻底跌入了谷底。大开杀戒，片甲不留。妖女淡淡的说道。鲜血飞溅，惨叫不断，仙灵界戒灵正在大开杀戒，本仙气萦绕的他此刻更像是一个魔鬼，杀伐果断，甚至堪称残忍。因为他不仅将这宫殿内庭云宗的人一个一个斩杀，还将他们的本源尽数炼化。这仙灵界戒灵太强，眨眼间便将这宫殿内庭云宗的人杀了大半，而片刻之后便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便是庭云宗的宗主。望着那满地的尸体，庭云宗宗主浑身都在颤抖。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忽然间，庭云宗宗主看向妖女，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那声音之响亮，连这座宫殿都被震得颤动起来。但这响亮的呐喊之中，更多的却是不甘。他不明白，明明是要和妖女合作斩杀楚风的，可妖女为何向他们出手？
而就在这时，一道鲜血肆意开来，庭云宗宗主的肉身被腰斩成了2段，死了。因为当他肉身被斩开之际，那只仙灵界的界灵还炼化了他的本源，所以庭云宗宗主死的是彻彻底底。尽管庭云宗宗主死了，可他的眼睛却是睁着的，其中还闪烁着死不瞑目的光芒。就在这时，那仙灵界的界灵忽然转过身来，趾高气昂，霸气非常，一步一步地向楚风走来。这一刻，楚风若说不怕，那绝对是假的，毕竟楚风的生死乃是这只界灵一念之间便可以决定的。可是那仙灵界的界灵却并未对楚风出手，而是与楚风擦肩而过，径直地走入了界灵大门。你不杀我？楚风对妖女问道。想知道为什么？就随我来吧。妖女微微一笑，随后便拔空而起。妖女，我要宰了你！然而妖女刚刚掠出那宫殿，便有不少庭云宗的长老手握兵器追杀了过来。可是面对那些人的围攻，妖女却连动都未动。只见一重威压如巨浪一般猛然拍下，而凡是触碰到那威压的人，便立刻爆体而亡。漫天的血水如暴雨一般倾洒而下，还用想死的吗？妖女将那冷冽而戏谑的目光扫向了下方庭云宗的众人，而面对妖女那可怕的目光，再看着那天际仍在飘落的血雨，莫说弟子们，就连许多长老们都不敢再与妖女正视。若还有想找我报仇的，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来一个我杀一个。妖女说完此话便离开了庭云宗，而楚风也是跟了过去。妖女杀了庭云宗的那些人，却没杀楚风，这太不合常理。楚风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你就不能提升修为吗？这样很慢。然而途中，妖女却忽然回头望向楚风，嫌我慢？就在我一程啊，非要我跟着你吗？楚风说道，但语气却也不善。不管怎么说，妖女都杀了王强，这抹恨无法抵消。你居然敢这么和说话？好歹我也是妖女，你不怕我吃了你吗？妖女一脸凶相的说道。吃我可以，先告诉我为何帮我？楚风说道。你确定我是帮你？妖女问道。我确定。楚风说道。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妖女又是一笑，随后只见其意念一动，一股柔和的威压便笼罩了楚风。下一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速度变得极快，是妖女开始带着楚风前行了。而在落雁岭之外，还有着一座小型山脉，在这小型山脉之中，有着一座异常隐秘的隐藏结界。当打开结界之后，便进入了一座岩洞，顺着岩洞一路深入，更是遇到了无数机关。可是那些机关却被妖女轻松避开，皆未触发。楚风看得出来，那些机关的布置者应该就是这妖女。而当进入深处之后，一座大阵浮现而出。那是看到这座大阵之后，楚风顿时神色大变，一种狂喜之色顿时在眼中浮现。那是一座疗伤大阵，非常厉害的疗伤大阵。而楚风之所以如此高兴，那是因为那疗伤大阵之中躺着一个人，那个人竟是王强。此刻的王强并没有死，并且他的修为竟然也是有所长进，如今已是3品半祖。只不过王强浑身漆黑如被墨一般，似乎是中了毒，所以他不仅陷入了昏迷，脸色也不是很好。你不是说他死了吗？为何骗我？楚风对妖女问道。我想骗你就骗你，你奈我何？妖女说道。面对这样的妖女，楚风也是气得不轻，但还是继续问道。他中的什么毒？他中的毒可有些厉害，唯有月光仙灵草可以医治，而月光仙灵草唯有落雁岭有。本来我已经寻找到了，可惜被那个该死的糟老头子给抢走了。提及此事，妖女咬牙切齿，丑陋的嘴脸越加狰狞，甚是恐怖。莫非你在这落雁岭的那几个地方徘徊，就是在找那月光仙灵草？而你之所以找月光仙灵草，是为了救王强？楚风很是诧异地问道。废话，不然我在这里做什么？妖女说道。可是你为什么要救他？楚风好奇地问道。他救王强，情理当中，毕竟王强算是他的兄弟。可是这妖女当初可是将王强抓走，要吃王强的，现在他没有将王强吃掉，就已经很是奇怪。可他居然还为了帮王强解毒，而不惜以身犯险，这就更让楚风感到不解了。为什么要救他？他是我夫君，我自然要救他。妖女咧着大嘴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向来淡定的他这一刻凌乱了。过了好一会，楚风才强行稳定住了情绪，问道。你说王强是你夫君？废话，除了我的夫君，谁能让我这般？妖女此话说完，便看了王强一眼，而这一眼看完，竟还做了一个扭捏而娇羞的动作。若是寻常女子做出这个动作，或许会很可爱；若是美女做出这个动作，不仅是可爱，还会惹人怜爱。但是这妖女做出这个动作，楚风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因别的，只因这妖女太丑了。也就是楚风抵抗力强，换做寻常人，估计此刻都已经吐在了当场。此刻楚风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王强，多多少少有着一些同情。此刻相比于王强是如何中毒的，楚风更想知道王强是如何成为这妖女夫君的，这也未免太重口味了一些吧。就在这时，妖女双手交加，打出了一道结界法印，随后一座阵眼便顺着那座疗伤阵法浮现而出。楚风，你好歹也是仙袍界灵师，你在这里催动阵法，会让我的夫君好受一些。我去寻找月光仙灵草。妖女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可在走了没多远后，却又回头看向楚风，用威胁的口气说道：一定照顾好我夫君，他若有事，我绝不饶你。说完此话，妖女便化作一阵劲风，消失不见。妖女走后，楚风本想进入阵眼，催动阵法，以缓解那毒性带给王强的痛楚。楚风，可就在这时，王强的声音忽然响起。定目一看，王强不仅醒来，且正看着自己，一脸急切地对楚风说道：快带我逃！王强，你是装昏的？楚风诧异地问道。废话，我不装昏，那个丑八怪真折磨我呀！王强说道。丑八怪？见王强这样一说，楚风顿时一愣，随后问道：你不是他夫君吗？呸呸呸！
谁是他夫君？楚风，快带我走，不然我就非在那个丑八怪的手里不可。王强催促道。就算你不是他的夫君，可是你身上这毒却是真的，并且我也真的找不到解救的办法。若是这么走了，怕你随时都会毒发身亡的。楚风说道。哇，这么说来，我真的要栽在这丑八怪的手里了。听得此话，王强先是面如死灰的瘫坐在阵法之中，随后大嘴一咧，眼泪都在此刻流了出来，当真是心灰意冷。王强，这到底的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中毒的？这妖女又为何称你为夫君，并且还对你这么好？楚风追问起来，他实在是太好奇了。当初我被这妖女抓走了，没想到她那么残忍，活生生的吃人啊！和我一起被抓的都被她给吃了，活生生的吃了呀！当时我就被吓傻了，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的。若是换做寻常人，那个时候肯定直接吓死过去了。哪里还能想得到办法？不愧我是谁？我可是聪明绝顶才治过人的王强啊！当时我灵机一动，顿时想到了一个制服妖女的好办法。你猜是什么方法？提及此事，王强居然来了兴致，先前脸上的苦逼不仅不见了，反而一脸兴奋地吊起了楚风胃口。什么方法？而好奇无比的楚风也是询问起来。嘿嘿，我对他使用了，喷谁就爱上我。王强得意地说道。喷谁就爱上我。楚风忽然想起了那一日，他们刚见到妖女时，王强自称她的魅力无人可比，还拿出了一个瓶子，说那是他的至宝，只要使用那个至宝，不管是多么孤傲的女子，就算那女子天生喜欢女子，对全天下的男人没感觉，但都会瞬间爱上她，迷恋她。而那个至宝正是喷谁就爱上我。你那个东西真的有用？楚风有些怀疑地问道。废话，当然有用，不然那妖女为何这般迷恋我？王强得意地说道。那不是挺好？这妖女实力强横，还是仙庖界灵师，做你娘子算是你的福气啊！楚风一脸坏笑地说道。我擦，你可别闹了，他哪都不好也就算了，还长得那么丑，我王强这样一个美男子，岂能让他糟蹋了？提及此事，王强又是一脸的郁闷。真不能走，就算要走，也要带那妖女弄回了药，把你的毒解了再走。楚风说道。我这毒真这么严重？王强问道。我现在也是仙庖界灵师，我虽然治不好你这毒，可我却看得出你这毒的厉害，所以我真的没骗你。楚风说道。我擦，兄弟，原来你现在不只是4品半祖，你还成了仙庖界灵师。兄弟，你这进步速度也未免太厉害了吧，真是嫉妒死我了。王强嘴上虽然说是嫉妒，可是他那兴奋的表情分明就是替楚风而感到高兴。当楚风与王强决定暂且留在此处，待妖女帮着王强解毒之后再离开后，二人倒也都平静了下来。而后楚风知道，原来当日妖女与楚风大战回来之后，就问了王强是否认识楚风这个人。王强一听说楚风竟然找妖女大战，生怕凶残的妖女杀了楚风，赶忙说楚风是他最好的兄弟，让妖女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他。这也是为何妖女杀了庭云宗的那些人的主要原因，其实皆是因为王强。至于王强中毒的原因，倒也是他倒霉。当日在他用特殊药水让妖女爱上他之后，便受到了妖女的纠缠，妖女甚至想强行与王强发生那种关系。据王强绘声绘色的描述，当日妖女相当凶残，异常强势，王强真的是相当悲惨。王强还说，若是妖女是一个普通女子，就算长得丑一点，他当时为了保命也都认了。可是妖女长得哪里像是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丑陋而狰狞的怪物，他怎么能认？于是王强开始用他那磕磕巴巴的语气和妖女斗智斗勇，拖延时间。终于他找到了一个逃脱的机会，可他就是这么倒霉，逃脱的时候竟然中了毒，而这个毒还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奇毒。可这个毒不仅被王强撞见了，还深受其害。王强，不是我说，你这毒真的很烈，若不是妖女及时发现，给予你医治，怕是你已经死了。楚风说道。就算如此，待我这毒解开，我也要逃。你应该知道，这妖女本性凶残，当日你是没看到，我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死在我的面前，真是太血腥了。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那一刻也都是被吓到了。王强回想当日情景，依旧面露恐惧之容。提及此事，楚风倒也是不可置否，妖女的确害死过不少人，其中也有许多无辜的人。只是妖女会有今天，也是因为她有过悲惨的经历。其实说到底，妖女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可能正是因为当年的故事，又因为王强没死，并且妖女还救了楚风一命，楚风现在对妖女不仅没了恨意，反而很是同情。兄弟，你知道妖女的身世吗？忽然楚风说道。什么身世？妖女还有身世？你可别告诉我妖女专吃男人。是有原因的。王强撇着大嘴说道。的确有。楚风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便将妖女当年的故事一五一十、仔仔细细地告知了王强。这么说来，这个妖女倒也是挺悲惨的，但是与我无关，毕竟害她这么惨的人不是我。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若是我的药效减弱了或者失效了，妖女不再喜欢我了，她就会知道是我故意用药让她喜欢上我的。那你觉得以妖女的个性，她会放过咱们两个吗？王强说道。不会。楚风说道。那不就得了？所以只要我这毒被解开了，找个合适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逃。王强说道。楚风点了点头。如果说之前楚风还有一些犹豫，那么现在他的犹豫已经不在。他觉得王强说的很对，以妖女的个性，若是知道真相，绝对不会放过他和王强，还是早脱身为妙。而几日之后，妖女终于回来了。此刻的妖女虽然长得还是那般丑陋和狰狞，但是她却是蹦蹦跳跳进来的，那个样子就像是一个喜悦的少女。若是抛开外貌，只说举动，还真是有些可爱。怎么这么高兴？莫非是成功的找到了月光仙灵草？楚风上前问道。可不只是找到了月光仙灵草，
这一次真是赚大了。妖女很是兴奋地说道。那你还找到了什么？楚风问道。你可知道我为何只在落雁岭那么几个特定的地方寻找月光仙灵草吗？妖女说道。为何？楚风问道。那是月光仙灵草就生长在那几个地方，可是却必须在月光的指引下才可能被寻找到，但是也只是可能，而并非一定能寻找到，这是有几率性的。换句话说，月光仙灵草一直在，只是因为它很独特很神奇，隐藏得很深，想找到它非常难。而今日我不仅找到了月光仙灵草，我还找到了月光仙灵花。妖女说话之间便兴奋地取出了一株特殊的药草。看到这株药草，楚风顿时心中一动，因为这月光仙灵草的样子与仙灵草很像。仙灵草算是最低级的一种辅助修武的药草，可是当初在九州大陆的楚家，那却是极为贵重之物，这不免勾起了楚风年少之时的回忆。想一想，楚风当年在楚家，在青龙宗外门，他都是一个修为低下的弱者，而让他变强，让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修武之路，靠的就是楚月送他的那株仙灵草。所以一时之间回忆涌上心头，楚风不免感慨万千。不过虽然样子很像，但仙灵草的体积不过手指大小，但是这株月光仙灵草却是仙灵草的几十倍，很大，而药力上的差距更是天差的别，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如果说仙灵草的药力是一粒尘埃，那么这月光仙灵草的药力便是一座山峰，二者的差距就是这般大。最重要的是，这月光仙灵草的药性包罗万象，简直堪称完美。月光仙灵草的叶子蕴含着浓郁的药性，不仅可以解毒，还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最重要的是，这叶子的药性太强，它似乎不仅可以解王强身上的毒，而更像是能够解开世间所有的毒一样。楚风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药性，而月光仙灵草的根蕴含着浓郁的天地能量，浓郁到让楚风都为之动。尽管这能量很是狂暴，可楚风却能够将其炼化。若是真的炼化掉，搞不好楚风的修为能够再进一步，因为这股天地能量当真是极强。但是此时此刻最吸引楚风的却是月光仙灵草上的花。没错，在这月光仙灵草的叶子中间有着一朵花，这朵花很小，不过手指甲的大小而已，可这花已经盛开，并且其中蕴含着奇异的光芒。若要楚风说哪里奇异，楚风也说不好，就仿佛这小小的花瓣之中藏匿着一个浩瀚的世界，浩强的结界之力。就在此时，一道悦耳而甜美的声音忽然在楚风耳边响起，淡淡听的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大喜，因为如此悦耳的声音只有女王大人才说得出来。激动之余，楚风赶忙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发现女王大人果然已经醒来，美艳依旧，可爱迷人。淡淡，你醒了。楚风很是兴奋，本来还想多睡一会，毕竟不想辜负你的一番好意，可是这个花实在太诱惑了，本女王实在是睡不着了。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看得出来此刻她的心情也是很好。而女王大人之所以如此高兴，不仅是因为这一觉她睡得很舒服，最重要的是她是被那月光仙灵草的花给吸引了。因为那朵奇异的花朵不仅散发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还散发着极为浓郁的本源之力，也就是说，这朵花不仅对界灵师来说有着极大的帮助，对于界灵来说也有着很大的诱惑力。总体而言，这株月光仙灵草能够提升修为，能够提升结界之力，能够提升界灵的实力，还能够解万毒延寿命，简直就是一株无价之宝。楚风，放我出去，我要炼化了这朵月光仙灵花。淡淡一脸急切地说道。不行，这株月光仙灵草是妖女为王强准备的，我们不能用，更何况这月光仙灵草除了药性之外，皆是蕴含着狂暴之力，不容易炼化。楚风说道。那好吧。听楚风这样一说，淡淡便不再多说。可是楚风却听出了淡淡的不情愿，于是说道，淡淡，我日后一定会为你找到提升修为的至宝，懂了？本女王相信你，别多想，好好为那个科巴疗伤吧。淡淡甜甜一笑，做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喂，你也是仙袍界灵师，你看出来这月光仙灵花的厉害了吗？与此同时，妖女则是得意地对楚风问道，这月光仙灵花蕴含着极强的结界之力，对界灵师来说有着大用，并且若是提取得好，也可让界灵提升修为。楚风说道，你说的只是大概，实际上这月光仙灵花所蕴含的能量足够让我相公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妖女兴奋地说道。仙袍界灵师？楚风颇感惊讶，虽然楚风已经看出这月光仙灵花的厉害，但却没想到可以厉害到这种地步。对，就是仙袍界灵师，我相公他好歹也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与仙袍界灵师不过是一线之隔而已，而以这月光仙灵花的能量，便可以让他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妖女很是激动地说道。这一刻，楚风终于知道这妖女为何如此兴奋了，原来是这月光仙灵花可以帮助王强成为仙袍界灵师。本来我还很恨那个糟老头子，不过现在来看，倒是应该感谢他了。若不是他当日抢走了我的月光仙灵草，我不可能继续找，我若不继续找，就不会遇到这株月光仙灵花了，而若不是遇到这株月光仙灵花，我相公他也就不会得到这个可能成为仙袍界灵师的机会。妖女很是欣慰地说道。等一等，你说是机会？楚风目露诧异的目光问道，难道说你没有绝对的把握帮助王强成为仙袍界灵师？当然没有，月光仙灵花可不是一般的花，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星空钥匙。妖女说道。星空钥匙？楚风更加好奇了。对，就是星空钥匙，因为使用它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几率打开星空之门。妖女说道。星空之门？那是什么？楚风问道。星空之门是进入星空之路的大门，而星空之路是可以横穿星空，星域通往星域的道路。总之，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至少以我们的修为，进入其中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妖女说道。想不到这月光仙灵花还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楚风越发的觉得这月光仙灵花很是神奇，星域何其浩瀚，一片星域便拥有着诸多世界，而能够横穿星空的星路，定然更是非同凡响。楚风，事不宜迟，我们先替我相公解毒，然后再催动月光仙灵花，看能否帮助我相公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妖女说道。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他是王强兄弟，自然比谁都希望王强体内的毒快点解掉。等一等。然而就在这时，那装昏的王强却忽然坐起身来，摆了摆手。